现在呢，我们接下来呢来介绍呢第一个大项，也就是中风后遗症的治疗。OK， 这个呢是在所有的头皮针里面呢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一个部分。几乎所有的病人呢，只要能够掌握第一黄金时间呢，都能够几乎达到痊愈的效果。至于呢如何掌握第一黄金时间，基本上呢实在是要靠呢做多一点的宣导，让呢家家户户的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当你遇到中风发生的时候呢，如何呢能够在第一黄金时间得到抢救。那首先呢，我必须要来先介绍一下，每个人都应该有个概念，当一个人不管是高血压或者是中风导致的这个血压上升，以及呢血管充血的时候呢，首先我们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必须要做十宣的放血。十宣是指什么呢？也就是我们的手指头最顶尖的这个地方。OK， 如果你在家里一般人没有针灸，没有针灸针，也可以拿你缝线的针，稍微用火烧一下，在瓦斯炉烧一下，或者是在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打火机稍微消毒一下，就可以做十宣放血。十宣放血的动作呢，是在第一时间下，不管他是清醒或是昏迷，就是能够让他血压达到一个平衡。接下来呢，这个呢，如果他是一个昏迷的状态，那你可以再做一个急救的方式，就是说我们的人中，也就是呢，我们这个鼻子呢跟嘴唇的这个连线呢的上1/3的地方呢，做一个掐捏的动作。这个呢，也就是我们的人中，也就紧急要让他能够苏醒过来。如果他不苏醒呢，你马上要送到医院里面做打血清的这个动作，也就是让他呢防止他2次的中风。那如果呢他苏醒了，这个急救他苏醒之后呢，您可以选择看他苏醒的状况。如果呢只是轻度的还能动、还能说话、还能走路，那您可以选择先到诊所做我们所谓的这个中风的针灸治疗，再送医院。如果呢是重症的，那你就要先送医院，等医院出来以后呢，再送到诊所来做这个中风的这个针灸治疗。最开始的这个前3个月，我们所称为的就是黄金急救时间。如果你超过了这3个月，到达了6个月的时候，那个就是叫做第2黄金时间。基本上呢，效果就会比第1黄金时间来的差一点，但是呢，还是比都没有做的好。等您呢过了这个6个月之后呢，其实呢，再来做任何的这个针灸治疗，它的恢复以及效果呢都会减半很多。所以能不能痊愈，能不能达到最好的疗效，还是掌握在一般人对于这个如何治疗的时间的掌握。如果您掌握的好，基本上可以完全痊愈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中风呢，我们如何的来做。在做病人治疗的时候呢，首先在前3个月，我们要求他1星期是要做3次的治疗，然后呢，必须要加上他要做复健，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能够出去，要能动，要能够走路，不能只仰赖只是针灸的治疗，因为针灸只是一个部分的刺激，如果他本身没有透过这个走路，或者是甩手，或者是家人陪同做相关的复健的动作的话，其实效果都会没有到那么好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说要做适当的中药的调理，因为当一个人中风下去之后，他身体都属于一个是一个比较虚的这个气血都是不顺畅，所以呢中药的辅助也是起到一定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讲的第一，首先你掌握前3个月的第1黄金时间；第2，针灸的这个头皮针治疗必须要有达到1星期3次，再加上呢这个复健运动，然后以及配合中药的这个调理，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方法。那我们现在来讲有关这个如何做这个头皮针的治疗。
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，病人他中风的时候呢，他的健侧和患侧在哪个地方 ？OK， 所谓的健侧跟患侧，健侧就是还是像正常一样是好的部分就叫健侧，患侧就是他比较受阻碍不能动，或者是他不能说话，或者是脸部以及就是腿或者是手，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最严重？有的人是手比较严重，有人是脚比较严重，那这个头顶上刺激的部分呢就有所区别。所以我们现在举个例子，首先如果这个人他中风是在他的右侧，OK， 不管他是在他的右手或右脚，是在右侧是中风的区域的话，那就是患侧。那我们在头皮针治疗上有一个区块呢，它就是要跟它相反。OK， 好，第一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呢，这个头部的部分呢，首先呢，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头的这个第一个穴位，也就是百会穴。OK。百会穴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头顶的正中央，两耳连线的这个正中的地方呢，这个也就是第二个点，这个百会穴。百会穴呢，以及我们的这个呢前顶穴，前顶穴呢，也就是在囟会，囟会跟百会呢这两个呢是大概是3寸。然后呢，前顶是它的正中线，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所要针的这个地方呢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矢状缝 ，OK， 矢状缝呢，百会跟前顶的连线 ，OK， 百会第一针由百会下针，针尖向前，这是第一针；第二针是由前顶穴，针尖向后，等于是两个针是互相的。对着对方的 ，OK， 这是第一个部分 ，OK。针刺下去之后呢，犹如我们第一次介绍的，必须要做行针的动作，也就是进针大概1寸，做另外一只手按住这个针柄的地方呢，做强刺激的来回这个抽气法，也就是说上下抽动大概1粒米的大小呢，做20次到30次的。抽动的刺激，那这个部分呢是比较痛的，所以呢必须要跟病人稍微有一个提醒，它是比较强刺激的。所以2针都做完刺激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做所谓的这个健侧的取穴，也就是说百会穴以及前顶穴的连线中间呢，刚刚我们不是说吗？右边右手。跟右脚它是患侧，所以呢，第二个部分呢，我们是在这个连线的针呢是针尖针向呢这个健侧，也就是刚好跟我们患侧是相反的。OK， 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部分叫做运动区及感觉区，是做一个从这个矢状缝下针1寸。然后呢，也是做一个手法，加压抽插20下到30下，这是第二个部分。这个部分就是一定要找出他真正受伤的部分，去做下针取穴。所以百会穴如果是在这里的话，这里是百会。对，那你说如果是针要往这边扎，对，因为右边有问题，就是针头要向左边。是，那是在这里哪里下针呢？百会穴跟这个前顶穴的这连线的这个区域下针，下多少针？它都下2针、3针还是4针？没有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只做下针下2针的示范，但是呢，现场我们有看到戴医师呢比较重症的，他有加强，他也下了3针，所以针尖是向着健侧，也是就是说这个方向我们下了2针，然后分别这针做抽插以后，第2针下针再做抽插。OK， 抽插一样，每一个针都是要加压抽插，那个效果才比较好。所以严重的时候，我们有看到戴医师他做了3针。好 ，OK。所以这个区域其实没有很宽的区域，它大概2公分到3公分，因为就1寸半的大。所以你的区域是在指这旁边的，对，这旁边的。Okay，
感觉区。对，它的这个呢是所谓的呢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方式的头皮针的一个理论。这个呢，它呢是有一点三角形的鞋带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是由方医师他所提出来，也就是他有一个运动区跟一个感觉区的部分给他做刺激。OK， 这是第二个下针的地方。他意思有说哪一针要先下吗？他一定都是先下这个，然后这个，然后再2针3针吗？对，是他的顺序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第二部分就是百会跟前顶连线的这个区块，运动区跟感觉区。就是针刺以后就是下去大概1寸的左右做抽插，这第二部分。第三个部分我们现在就要看病人本身呢，他到底是手比较严重受阻碍还是脚比较严重受阻碍。如果他的手比较严重受阻碍的话，有一个区域呢，我们就所谓的上肢感觉运动障碍的话，这个区域呢我们是特别要扎的。可是如果他的手是 OK，但是是脚不良于行的话呢，那这时候我们要下针的地方呢，就是所谓的呢，就是下肢感觉运动障碍，那是扎的部位是不同。那我们先讲，假设是右手边的手的部分呢，那我们要扎的呢就是冠状缝区。冠状缝区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也就是呢这个性会呢跟这个这个骨缝区的这条线，这个就是所谓我们所谓的冠状缝区。假设它的上肢中风严重的话，那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这条连线呢做下针，也就是呢针尖呢是由这个冠状缝下针，也是进去1寸左右，然后加压做抽插。所以这是上肢障碍。假设它是下肢障碍的话，就不是在冠状缝，而是在我们后头的人字缝。因为人字缝的这个区块呢，管的是下肢障碍。当然有很多病人来的时候2部分都是障碍，那这个2部分都是要扎的，也就是上肢障碍以及下肢障碍，所谓的冠状缝区以及人字缝区都是要扎的。都是往后扎吗？针尖是顺着这个骨缝区的区域呢是有3公分这么厚，也就是说呢，它并不是一条细线。这里贴着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橘色，但是呢，在这个戴医师的这个解说上，他说我们这个颅缝区呢是有3公分的区块，所以它是一个区块，而不是只是一条线。所以就是在你那个橘子色的线的前1.5后1.5那样，可以这么说。所以你在扎的时候，是不是从前1.5那里往后面扎，还是从后面那1.5往前扎？我看到戴医师的都是从前1.5往下扎的部分。整个区都扎透了就对了。对，所以这里也是由这样扎。那通常他都扎几针呢？都是2针，2针而已。对，都是用2针。OK， 那从督脉一直下来到旁边都是这个区的话，那他会选择扎的比较高一点还是比较低一点呢？这2针呢？这个部分呢，只是针对它的上肢跟下肢，并没有特别讲说到底是上面是属于哪一个部分。也就是说，前面管的这个区块管的是上肢，这个区块管的是下肢。对，我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么长的地方，他会选择扎这边2根，还是扎这边2根，还是在哪里扎两根针呢？基本上下针的部分都是从侧边的这个地方下去的，差不多在中间就对了。对，是。OK， 那下面这边也是差不多就在中间这边吗？对，这样下去。是往督脉还是直接往下？没有，这是平的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部分呢，就是有关语言障碍，或者是呢，它颜面，就是我们所谓这个就是我们这个
整个脸面就是有歪斜中风的话呢，有一个部分呢是特别要提到的，也就是我们的颞缝区。颞缝区呢也是另外一个我们颅骨缝的一个连线，也就在这个地方。OK， 颞缝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它有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说从呢性会呢跟这个地方的这个交点呢，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分作几个部分，它把它分作有3个部分，也就是说，第一个部分呢是语言障碍，第二个部分呢是颜面歪斜的部分。那这个区域是怎么看的呢？也就是说，由这个颞缝区往下这个地方呢，由这个地方呢的前1/3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前1/3呢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语言障碍。后2/3呢，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颜面歪斜。所以假设它2个都有，那我们这个区块呢，也就是都是要做一个强刺激跟一个这个手法的部分。那有的是口齿不清，甚至会口歪眼斜或者是流口水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做这个部分的头皮针的刺激，然后再加上电针。 OK， 头的部分呢是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再讲呢，扎完这些针了之后呢，戴医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呢，就是他必须要接上这个电针。电针加上去之后呢，才能够呢再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刺激，这个时间大概是20分钟。然后呢，接上我们的几组的这个电针的配穴。首先呢，第一组的配穴呢是我们刚刚看的第一组，就是由这个百会跟我们的前顶呢是一组的电针。第二组电针呢，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百会与前顶连线的这个运动区跟感觉区域的这2个就是健侧的这2针，这是第2组。 OK， 第3组呢，假设是上肢或是下肢障碍的话呢，那就是有我们刚刚讲的这第3组。最后一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有关这个颞缝区，就是这个区块呢有一个语言区以及颜面歪斜区，这是最后一组的电针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只是针对头皮针的部分如何针刺。头皮针完了之后呢，如果他的手是这个有这个运动障碍，针对手的部分呢，我们必须也要做到特别的一些体针的穴。那我们会取哪些穴呢？首先我们取的是有外关、合谷跟曲池。 OK， 那腿的部分呢，我们针对他腿的部分，我们取的穴位大部分取的都是在肾经的穴位，因为肾经入脑，所以在腿的部分呢，我们会针对它一些比较能够进到脑里面的这个穴位，我们来取穴。那这个全部都加起来都是要加上艾灸的。 OK， 艾灸的热气呢能传导到我们的脑，而且呢艾呢能够有一个补益的作用。所以我们在现场跟诊的时候呢，所有的这个中风的病人呢，戴医师都是有加上艾灸的。那艾灸是哪一些穴位呢？刚刚说的就是手的部分以及脚的部分就做艾灸。那头就没有用？头是没有的，对，头是没有的。 OK， 好，那中风的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一些，其他呢更比较细的这些东西，在戴医师的书上也有提到。那主要刚刚讲的这几个穴位呢，是针对就是中风后遗症最重要的几个穴位做治疗。OK， 那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，也有很多现场的病人呢是中风的病患，我们可以再看戴医师现场亲自的手法演绎会有更精彩的理解。